大家好，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照片赚钱宝典》啊。这本书呢非常好啊，我觉得在这照片赚钱方面的话，这本书是没有比它更好的书了啊。这本书呢也非常贵啊，如果说你嫌贵的话，要么你就去买二手书，孔夫子网啊或淘宝啊都可以啊，或者说呢去图书馆借书啊也是可以的，反正这种书看一回也行啊。这本书里面介绍的所有相关图片赚钱的都在里面了。网上一些教程都教你哪些什么网站可以上传图片赚钱。其实很多人的话他自己都没实验过都不知道里面的细则其实里面规则是非常多的。你看这本书多厚所以说呢，这个书说实话我也是看完这本书才懂得很多道理的，否则的话你会碰壁无数的。好，说完这本书之后呢，我现在打开了是我的一个上传图片过的网站叫 Shutterstock。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呢？其实呢，网上有很多的这种类似于赚钱的图片网站有8、9个都有我不建议你一下子去把所有图片你上传到上面去。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在这一家这家是上市公司，美国上市公司，如果说你这家你上传之后达到你第一次能够提现金额了你再去考虑把你的图片分发到各个平台，否则的话你一下子把自己搞得很累，图片又卖不出去那你看我的图片2021年上传的，是不是 0.21一张图片看价格看金额的话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种这个都是0.1它还可以显示你的照片是被谁买走了，都可以显示不过如果说买的人是美国区的话，那价格会贵一些。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图片呢，到现在为止呢，只卖出了1.4亿美金因为我的图片是手机所以说很垃圾，我手机随手拍的不是说认真拍的但是你看有些图片你看得出来哪些图片是新闻用途，哪些图片是可以商业图库的呢？等一下我慢慢讲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图片基本上都是旅游图片这个图片是商业图片但这些的话基本都不是商业图片还有一张图片呢是这张树这棵树也是商业图片这个图片是可以用来做商业图片的。商业图片的话价格要远远高于新闻用途图片，而且呢新闻用途图片呢会过时。好，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张这张也是我的图片，这张图片是卖的比较好的你可以看我的标题叫昆明云南China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在国外嘛，的地址应该是从小写到大的地址，是不是然后一个破折号什么时间拍的2021年的1月6号拍的冒号什么主题？云南民俗村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或者著名的这个旅游景点，在昆明这个是我写的标题，翻译成英文了这边有个重要信息仅供新闻传媒用途，是吧？有兴趣将新闻传媒内容用于商业目的吗？这张图片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如果说我用来做商业目的就侵权了但是我用来做新闻用途是没有问题的。好，我再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也是我的图片这张图片也就在云南民俗村拍的就在昆明的地方拍的。这张图片呢，你看这个我这写的是个红杉树红杉树在日落情况下你看这个标题跟刚才的标题是不一样的新闻用途要必须写明这个地址拍摄日期主题3样不可缺。但是如果说你商业用途的图片呢，你可以写个短标题只要写明这个主题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而且呢这边也没有重要信息，是不是因为这个树嘛，没有什么归属于谁这个树呢，你不能说这个树你看得出来它长相，是不是难道也不像人脸可以识别一样，对不对？那么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很多图片都不过审不能成为商业图片。首先的话，强调2个主权一个是人物的肖像权如果说比如说我拍这些人物拿来做商业用途这张图片，那么我必须要获得他们的授权书才可以用来做商业第二点的话是物权比如说我拍这个黄鹤楼这个作为主体建筑，如果说被拿来作为商业用途的话，必须要有物权的授权说明比如说这个也是黄鹤楼拍的这个黄鹤楼拍的呢，虽然说拍的不是说能显示出黄鹤楼它的如果没有的话是可以作为商业用途的，这为什么呢？但是你看这图片
有人可能会说了啊，比如说我拍这个地方，如果说拍远处拍那些远处的大厦啊，这样是可以作为商业用途的，因为你没有强调主体建筑啊。比如说你拍东方明珠塔不行，但是如果说你在外滩拍对面的这个浦东新区那一排，那是可以的，因为你没有突出主体建筑啊。那比如说像我这个图片不行啊，为什么呢？我这个主体建筑就明显是这个黄鹤楼啊，所以说呢，我要获得黄鹤楼的授权，才可以作为商业用途啊。所以说我这个仅供新闻传媒用途啊。我这边写了武汉湖北啊 China 啊1月10号的黄鹤楼。那还有比如说啊，像我拍这种大米啊、西双版纳特产啊这种的话，都是有商标的啊，你根本就不可能拿来做商业用途图片的。即使是人家拿来做商业图片的，肯定会被告了啊。你不可能拿别人的商标东西来做商业图片啊。好，我现在找了自己几张拍的图片啊，没有上传。比如说这张图片能做商业用途吗？其实也不能的啊。为什么呢？这边有可乐啊，可乐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商标了，你不可能你在做商业用途的时候还拿别人商标。所以说这可乐没有的这个碗啊，这个面啊是没有商业商标的啊，这个可以的。好，这个图片你说可以吗？看上去好像都没有问题啊，但这个有标志啊，如果这个标志没有的啊，你把它PS 掉，你这个图片就可以做商业用途了啊。你去看任何的商业用途图片啊，都是没有标志的啊。还有这种比如说这种记号啊，什么 B 怎么干什么东西啊，都不可以啊。好，这个图片那明显也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这边的话是有这种商标了。但是如果说你再远一点的拍，没有强调主题的话，应该还是能过审的。好，比如说这个图片是我吃的这个早餐啊，那这个图片的话，说实话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没有强调商标嘛，对不对？你看不出侵犯什么版权嘛，对不对？好这个图片是13亿的酸川鱼啊。那如果说这个碗啊，这个碗上面没有这个商标的，这个图片是可以用来做商业图库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上面的商标啊，所以说我就不能做商业图库了。好，看这个图片没错，这个图片就是我说的没有强调主体建筑啊，你看上去都是建筑嘛，我没有强调哪个是主体，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图片是可以拿来做商业用途的，但是我这个图片拍的不好啊，为什么呢？没有聚焦，拍的不够好，他们会强调以质量低劣理由啊，他拒绝审核啊。但是呢，商业用途都没问题啊，如果拍好一点的话可以啊，因为我是手机随便拍的嘛。好，你看这个图片是我下载来的商业图库图片啊，这个图片呢是老外2个人啊，只要获得这2个人的商业授权啊，这个人物肖像授权，那就没有问题了啊。而且你看这个酒啊，它这个好像做过处理啊，根本就不显示这个牌子啊 logo 啊。那如果说把这个酒瓶反过来放，那你就不行了啊，或者说这个船艇上面有个标志也不行了啊，处理的地方。好，你看这个图片完完全全是可以拿来做商业图库的啊。首先没有任何商标啊，这个字也不能确定谁写的啊。那你这个毛笔上面也没有什么商标啊，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商业图库的啊，不会产生纠纷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后台啊，比如说后台显示第一次下载1.4亿美金啊，这边图片作品集啊，最近我真没上传70张图片啊。如果说你用相机拍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好啊。那你可以看到最新下载从美国下载0.44亿美金啊，你看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边都有可以显示啊，我觉得这还是蛮有趣的啊。这边呢它会显示前5名表现最佳者，而且呢这个要提现的话要到25美金最低提现额所以说呢你要拍的好一点的话是可以的。还有关于这个肖像权跟所有物权的使用授权呢，这边可以点进来之后呢，这边是有肖像权、未成年人授权、所有物权就3个权啊。那只要如果说你出现了肖像那么未成年人物权的话，物权比较麻烦那你就可以这边选择中文下载这表格来上传上去就可以通过。那这个授权数就成人模特肖像权是这样子的这边你要选择这个表格呢是应该打印的打印之后呢，然后你填表，你再上传。不过这边姓名的话，它要求你是打印签名是手写姓名要打印。好，那么我给大家上传一个吧，我这边点添加上传媒体。我这边图片呢是可以采用点 EPS 或 JPG 都可以视频也是可以上传的视频也没问题的。上传的话你可以批量上传，但是呢批量说实话你也要每一个照片去填写信息。那比如说我点下一步这一张。好，我选中它那用途明显是不能作为商业的你不要随便选商业，是不会过审的，甚至对你的账号是有影响的。
插图的话是你自己画的图，新闻传媒啊。那它这边有提示啊，请确保你的描述遵循城市、州、国家啊。那么这边的话我要写啊香港，然后呢再写年啊月日年。好了，我这边呢已经填好了，我写了这个香港9月11日啊2023香港，然后国泰航空啊。类别呢啊我这边先选一下。那类别的话，我这边好像有点难选啊，我选个物体吧。类别的话可以选择2啊，第2个类别，比如说我这边的话选一个运输吧，跟运输工具有关嘛。那位置这边啊，我再输入个红空吧啊。好，这边有个更多选项啊，如果说你是成人内容的话，你就勾选；如果说不是成人内容的话，就不要勾选啊。那关键词这边部分的话，你就可以啊这边添加就行了啊，你不要去写它了啊。一般来说我也不去写啊，你就添加就行了啊。我就越多越好吧。好，我这样填提交啊。这边可以50个啊，你这边还可以再输入啊，比如说我这边输入国泰吧，国泰，好，我点提交，好了，那么它这边有提示我啊，您的部分内容存在问题啊，这个是我以前上传的啊，那比如说有以前图片呢，保存的时候没保存好啊，图片像素比较低啊，你看啊，就是这些原因是吧？啊，这个原因，这个不管它了。那我刚才图片呢，提交图片呢，在这边啊，待处理1啊。如果说审核通过了之后呢，它就会在变已审核了啊，上架之后就成功了啊。大家反正就现在就这样子啊。如果说你上传商业图库啊，比如说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这边我的图片的话，我要把它摆正啊，摆正保存。我顺便呢说一下啊，就我推荐一个软件啊，叫做这个 Photolima 啊，这个软件啊，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啊，或者说去购买一下啊。这个你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我之前有啊，这个软件呢，有些照片呢质量比较低啊，它这个软件呢可以批量帮你修改啊，非常方便啊。你看全自动化的啊。那我这个图片的话，我就不去修改了啊，所以说啊，我直接上传了。好，在上传中，我点下一步，这边还没成功啊。有些时候它就会这样子的啊，就会卡一下啊。点下一步。好，点勾选啊。那如果说这边有请求授权书啊，比如说你这个商业图库的话，有些要授权，是不是啊？那像我这个就不用授权，我这描述啊，他也没有说要我什么规格啊，是吧？你说这个有规格是不是啊？我这边没有规格了，请至少5个单词嘛。比如说我这个早餐啊，比如说那个什么早餐。好了，我写了这个单词啊，比如说我写了这英国的早餐啊，在香港啊。类别的话你选一下啊，比如说我这美食嘛，食物、食品与饮料，我可以再选一个物体，这个根据大家自己来啊。比如说这边选择城市啊，我选航空啊，我再把全部勾选啊，全部这边全部选，这边可以一键的应该是啊，一键都可以的啊。你要什么单词的话，可以再输入啊。好，然后我可以再输入个香港。好了啊，然后我再点提交啊。这照片质量比较低啊，如果说拍的好一点的话，应该能通过的。待处理变成2了啊，那么就等待处理就行了。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大神啊，他们是什么样的图片呢？上传的图片啊，像我这种图片都垃圾，那我这个不要学我就行了。我觉得很多人拍照片水平应该都比我厉害啊，我设备也不好啊，所以说呢，我也不太喜欢拍照片。那比如说我这边搜索吧啊，搜索香港啊，香港为例啊。好，你可以看到这些图片都是香港图片啊，很简单啊，你就看它标题啊。如果说它没有写明那个什么城市、什么地点啊、什么时间啊，这个就是商业图库啊。你看这就是商业图库啊，你看人家拍的多好啊，你看这个人啊，而且他的像素特别高，你看我的像素就很垃圾啊，因为我是手机嘛。而且你看啊，这个人他是2009年开始拍摄啊，你看他头像就是个相机，你看他拍的图库啊，你看。这种图库都可以作为商业图库，而且它这边做处理，看你们做了模糊处理啊。后面是恒生银行，说实话啊，恒生银行被大家做了运动模糊处理啊。你看这个图片啊，基本上商业图库卖的价格好，比较好啊。你看这个图片啊，第一个呢，它没有凸显主体建筑啊；第二个的话，它把这些人物都模糊化了，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图片又可以做商业图库了。你可以看到大神他们怎么去做的啊，比如说他这边都是把它做处理了啊，这边做处理了啊，这边的话。这个是没有凸显主体建筑啊，都是块的公共建筑啊。好，那这个呢，它是凸显了主体建筑啊。这个摩天轮在中环那边嘛，我也去过。那这个摩天轮的话，它必须要获得这个物权啊。比如说这边还有个 AIA 啊，这个商标也在里面。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嘛，那么你这个就不能作为商业图库了啊。它这所以说呢，它这边就写了啊，仅供新闻传媒用途啊。中环啊，香港啊，什么时间拍的啊？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这个面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没有什么强调这个是商业图库啊或者新闻用途啊，基本上面的话，你看
都没有显示什么商业啊，也没有什么商标。你看别人拍的照片多好啊，就比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好太多了。你看啊，我也当然也没有心思去拍啊。你看这个就可以作为商业图库啊。那所以说呢，这种图片呢是可以拿来作为商业图库的啊，人家可以做广告的。那所以说这种照片的话比较值钱的啊。我一直觉得实物方面的东西啊是比较值钱的啊，比较能赚钱的，就实物方面的，比如拍菜啊、拍饭啊，因为这个人啊基本上都要吃啊。你看全世界最多的店还是饭店，我觉得是啊。那所以说呢，拍面食啊、拍菜啊，我觉得这种图片还是比较能畅销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往这方面走。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啊。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拍摄啊，比如说像这个人没有想象这样也是可以的啊，不用授权书。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研究研究啊。我只能说，能赚到钱的人也是能赚到钱的，你不会的人呢也赚不到钱的啊。所以说呢，有些入门教程嘛，那网上那些呢，就是上传图片随手上传能赚好几百，这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其实还有很严格的一个规则，更多的规则或者说更多技巧的话，我觉得还是看那本书吧啊，那本书比较厚啊，我也是花了一晚上看完的。